嗨，大家，我是打狗骑士 Go 的。上一支影片介绍了 KC150与诺菲克轮组之间的心得，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在这次减重中一并得到解决的衬碟问题。各位朋友，如果是骑碟刹车的话，应该多少都有遇到衬碟的经验吧？衬碟就是说来鳞片与碟盘之间发生不正常的摩擦所发出的恼人异音。那为何会发生衬碟呢？从刹车原理来看，碟刹车会利用刹车夹隙里的来鳞片，也就是刹车片，来夹住牵在轮组上的碟盘，进而达到制动的力道。然而，来鳞片与碟盘之间的缝隙非常小，可能只有1mm，因此当刹车夹器发生偏移或是碟盘变形时，就容易磨到，使得来鳞片与碟盘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进而发出异音。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刹车异音都是衬碟所影响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碟盘或是来鳞片上面卡进沙子或是小石头等脏污，使得来鳞片与碟盘在作动时不能很好的接触，进而发出恼人的异音。不过这时通常只要用碟盘清洁剂稍微清洁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是太深层的脏污，可能就要请店家帮忙，或是更换碟盘还有来鳞片。那今天要解决的异音可不是清洗一下碟盘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要解决衬碟的问题。在本次的升级轮组过程中，有跟老板说到，我的车一直都有衬碟的问题，不管是刹车夹器如何调整，还是更换整组来鳞片，都无法解决刹车时的异音问题。后来老板也调了快1个小时，也还是有异音，所以认为应该是车架本身的锁孔位置不平整，导致刹车夹器在锁固时无法达到正确的位置，因此不管怎么调整，只要锁紧夹器后，都会产生些微的偏差，进而发生衬碟的现象。因为如果说这个面的角度跟你这个碟盘是没有到平行的话，那你可能卡钳就很难调到出能够在平行的状态，那个时候就要。接着我就问老板，既然这个衬碟是在车架制作时所产生的细微公差所引起的，那这样的话原厂保固是不是可以换一组前叉？老板表示这种公差不在保固范围内，可能只能透过显面器来进行打磨。随后老板解释到，在他们维达单车的店里有一台专门处理这种因为车架锁孔本身不平整所导致的衬碟问题专用的显面器，问我要不要打磨看看，应该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令人心惊胆战的显面过程就此展开了。我们将画面转到店面后方的工作室，现在我的车正被架在储型台上，准备进行显面工作。第一步会先进行平整度的测量，这边主要是要判断刹车夹器的两锁孔是否有平整，会先用复色的白色颜料在上下锁孔分别点上白点，接着将显面器固定好，开始初步的打磨。这一步不能急，需要慢慢的磨。接着就可以看到上下锁孔原本的白点都只有左半边被磨掉，只剩下右半边有白点残留，代表车架的锁孔确实是有偏移的。在确定偏移后，接着就是用一样的方式继续打磨，只是在一旁看的车主会坐立难安，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爱车有部分正在被无情的刨掉。虽然说这是导致锁孔不平的元凶，但是这样看着爱车有部分被无情的刨掉，不忍有些心痛。因此建议各位车主，如果心脏不够大颗的话，在做显面处理的时候，还是别看来得好。说着说着，显面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就是装上轮子试试看，到底会不会衬碟呢？还好，转起来是完全没有异音，而且用肉眼观察，来鳞片与碟盘之间的缝隙也保持正常的宽度。此刻的心情真的是雀跃无比，很想赶快跳上车去外面骑一骑。时隔将近1年，这恼人的衬碟异音总算结束了。如果各位朋友的碟刹车有衬碟现象的话，还请赶快到附近的单车店做检查，看看店家有没有显面器可以进行处理。因为据我所知，好像不是每家单车店都会有显面的工具。
这点可能要请各位朋友再稍微搜寻一下了。而高雄附近的朋友可以直接到维达单车去做处理哦，相信这种近乎是断骨疗伤的鞋面处理，可以将蹭跌的噩梦一劳永逸。最后维达单车的地址会放在说明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过去询问鞋面的服务哦。当然也有可能你的异音不是因为蹭跌，而是因为脏污所引起的，那这样的话很好解决，买一罐清洗剂就好啦。我这边是用威利特的碟盘清洗剂，觉得非常便宜而且好用，推荐给大家。那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进行刹车微调的吧。那因为我的战局才刚鞋面完，所以我不想再动刹车，所以这边就用口头搭配图片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看吧。如果是夹器歪掉造成异音的话，第一步就是先将2颗螺丝弄松，不要松得太开，只要松到夹器可以轻轻移动的程度就可以了。接着再大力的按住刹车，接着再将螺丝锁固回去即可。这个方法蛮好用的，介绍给大家。不过这个只是简单的处理方式，如果需要更复杂的异音排除，就交给专业的店家吧。好了，那就是这样，我是打狗骑士，拜。